注意看，终于到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年度总结篇章。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面，我们将盘点在2025年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位老哥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！在新的一年里，祝各位小伙伴仕途宽，人平安，福气满满，事事皆顺，享尽欢，身体棒，事业旺，钱包鼓鼓，场场都打漂亮仗。现在我们有请第一位最人多势众的老哥登场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画面中展示的是洛圣都家人峡的摩托方队。事情的起因是这两位老哥骑摩托上高速，被直升机和阿 Sir 给盯上。然而面对道奇充电器的围追堵截，两人却如同闲庭信步一般，丝毫不慌。借助密集的车流，只是几个走位便轻松的将阿 Sir 摆脱。果然看出来，两位老哥的技术确实了得。但是前方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他们。不多会儿，第2位、第3位、第4位阿 Sir 全都加入了对决。但在这密集的车流之中，他们两位老哥根本无可奈何。眼看情况不对，阿 Sir 便摇人派出了多架直升机全程跟随，准备将两位老哥耗到没油为止。但出乎阿 Sir 意料的是，摇人这件事情老哥居然也会。在打了几通电话之后，两位老哥便大摇大摆的下了高速。才刚出匝道口，便有多位同样骑着摩托的队友前来接应。此刻的直升机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，看着仅有4人的小团体，直升机还在庆幸。但当他甩开右边的刘海，才发现还有一队摩托没有入境。好家伙，这几通电话便摇来了这么大一群摩托支援。这几位老哥让我真的相信了家人峡的存在。而当他们汇合之后，便立刻开始了分工。几人在后面故意放慢车速挡住阿 Sir， 几人守在老哥的周围一路护送，直到将两人成功送到加油站补给。更是有慷慨的兄弟为两位老哥刷上了自己的加油卡，其他人也没闲着，在一旁站岗放哨。好一个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而加油的老哥也趁机致敬的逃跑攻略。在这一刻，我没有看到飙车的摩托团伙，倒是看到了义薄云天的梁山兄弟。加完油之后，几人意气风发，不仅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对于消息更是有了完善的计划。赶来支援的队伍也愈发庞大。眼看情况已经从追捕两位老哥变成了20多位老哥的 party， 阿 Sir 这边也终于意识到了情况不对，现在只想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可这群老哥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，又怎么会轻易散场？于是这条街道就变成了他们狂欢的场地，一个个如同八仙过海一般，展示起了自己的神通。没想到跑了一会儿，路上的老哥不减反增。眼看事态升级，阿 Sir 也是决定放弃对两位老哥的抓捕，派出铁骑将他们驱赶至远离市中心的地区。现在抓不着人已经不重要了，只希望这群家伙赶紧各回各家，别给这水泄不通的晚高峰添堵了。而老哥们目的达成，也是见好就收，借坡下驴，越走越偏。当这群老哥一路远离，消失在了直升机的尽头之后，多架直升机已经放弃，阿 Sir 们也纷纷下班，但还是有直升机多管闲事，又一次找到了老哥们的行踪。而此时，老哥们也开始各自分道扬镳。直升机大喜，认为他能找到老哥最后的线索。可叫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只是经过了一座立交桥，两人便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好一个自讨苦吃的直升机！而视频最后出现的公交车上的标语也说明了一切。两位老哥就这样成功获得了自由，创造了洛圣都史上最大规模的消心事件。至此，第一组老哥以完美的姿态谢幕。现在让我们用欢呼声有请第2位老哥登场。和第一组老哥相比，虽然同样是2个人，但他们却是完全没有支援，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不放弃，在数十位阿 Sir 之中拼出了一条自由之路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武装劫车，老哥搞到了这辆皮卡，但在阿 Sir 们的围剿之下，这辆皮卡的轮胎很快报销。换做这种情况，一般老哥恐怕早就已经靠边投降。但是8星大佬的操作永远都不会叫你失望。面对如此绝望之境，老哥很快便有了应对之策。先是一波逆行上高速，和阿 Sir 拉开距离，有了缓冲的空间。接着便将劫车贯彻到底。面对路过的小白，难度就是按 F 键上车。虽然劫车失败，但2位老哥的节奏却是丝毫不乱。而这一次，他们将目标对准的前方这个大家伙，好家伙，逆行还敢硬刚，这是真正的亡命之徒。而 NPC 只有卡车头，十分灵活，早有防备的他让老哥根本找不到机会。2位老哥也是吃一堑长一智，既然刚才那个不够大，那就找一个更大的。这一次2人同时出动，成功将这辆贯彻据为己有。这一般人根本开不来的大家伙，在8星大佬手上却如同玩具一般。有了这玩意儿在手，老哥如同鸟枪换的原子弹，面对本就不擅长贴贴的加州混车队，已然立于了不败之地。按道理来说，这车虽然猛，但目标大，想要摆脱直升机的追踪根本不可能。可8星大佬的世界里，他的道理才是道理。利用对地形的熟悉，3下5除2便摆脱了一队地面部队的追击。看着渐行渐远的氛围灯，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直升机。当所有人都以为不可能时，他却用行动证明了他有这个实力。利用一个山丘，让天上的多架直升机变成了无头苍蝇。像这样同时甩开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，如果说一次是运气，那第2次利用地下通道和一队氛围灯再次分道扬镳，空中部队丢失目标，这不得不承认这老哥的技术确实很高。面对这2个实力恐怖如斯的老哥，洛圣都当局几乎调动了当晚所有的警力。然而有了这辆神机载具，2位老哥根本就没有把他们
放在眼里，反倒是带他们兜起了圈子。但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一直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事。于是他们一路将这辆罐车开进了洛圣都的市中心，并在直升机的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不见了5分钟。本来这里就可以完成消息，但由于目标太大，最后还是被地面部队找到。这也让两人意识到了这辆车虽然无敌，但并不能获得自由，于是便故技重施，再次反向上了高速。如果说刚才的小皮卡上高速是螳臂挡车，那此刻老哥就如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，无一人敢与之匹敌。在利用同样的方式和阿萨拉开距离之后，两人居然在看不见的地方又用同样的方式换了一辆车，甚至当着众多阿萨的面成功跑路。就在直升机好不容易才锁定目标之时，趁着地面部队还没有赶到的空隙，在一个立交桥底，老哥停了下来。就是这失去视野的几秒钟里，老哥使出了一招经常脱壳。明明赶来的阿萨并没有慢上几秒，但留给他们的只有一辆自动缓缓向前行驶的空车。这辆车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也给老哥的彻底消失提供了完美的时机。全程的拉扯下来，老哥不仅技术拉满，更是凭借神级运营完美谢幕，锁定胜局。两人默契十足，全程换了4辆载具，成功创下了洛圣都本年度最为疯狂的记录，也成为了所有人公认的超8星大佬。细节实在太多，3言2语根本讲不完，建议大家去我主页看原视频。而下面一位要登场的老哥，就和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如果说刚才那两人是操作和意识全都拉满，那这位老哥就是操作和意识双双拉胯。我本以为前2天抢 ATM 的老哥已经是万里挑一了，没想到这位老哥更是人中龙凤，直接手撕 ATM 机20分钟，不仅要对 ATM 机暴力输出，还要和自己的裤子斗智斗勇。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有一颗坚持不懈的心，单挑 ATM 机20分钟未能破他的防，老哥直接转战大厅。也正是在这里，他遇见了一生之敌，这扇不会旋转的旋转玻璃门。面对着强大的对手，老哥直接施展出了毕生所学，从12路弹腿到缩骨功，再到铁头功，也都没能战胜这扇玻璃门。而更叫这老哥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裤子居然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离他而去。或许是不破不立，在失去了这条裤子后，被这扇门禁锢了16分钟的老哥，终于得偿所愿的进入了这家银行。然而这只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。在进入了这个银行之后，老哥便仔细的搜刮了一番，但他却是分文未取，可能是太晚有些困了。他开始想要出去，但面对这几扇玻璃门，此刻的他已经是黔驴技穷，这来时的路本就不好走，现在更是回不去了。直到老哥在银行里整整折腾了1个小时后，阿萨才闻讯赶到现场。而更好笑的是，这几位阿萨因为没有钥匙，硬是在门口站了半个多小时。怎么，老哥不会用工具，你们也不会用？虽然确实是个草台班子，但好在最后成功将老哥拿下。不少网友调侃道，这老哥和猩猩的区别就是没有猩猩的力气大，当然也没有他的毛多。至此，这位老哥也被评为年度最为搞笑的人物。像老哥这样穿着短裤一晚上，真该试试妙界 F2 膝盖按摩仪，每天热敷加按摩，体贴舒适感拉满。阿萨，我要打报告，妙界热敷面积做了大升级，内侧用的银离子面料，锁温效果特别到位，再配上草本艾绒包，烘暖膝盖又暖心，驱寒祛湿，用下来真值5星。我平时运动完带上就爱开个高频按摩，手法嘎嘎准，跟老师傅一样，揉捏捶打，疏通经络，护膝同时减少损伤，膝盖酸痛立马刹住车。不光我年轻久坐久站需要按，爸妈年纪大了更得背着用，拖到关节坏进手术室就麻烦了。日常养护真得趁早，妙界5档热敷6档按摩，膝盖手臂肩膀都能用，贴合设计，带着不耽误活动。一家人的日常养护它全包，还有大屏书显、语音播报，长辈拿到手不用教。现在抓紧领券，底下到手送运险，质保售后都靠谱，礼盒包装自用送礼，抓紧入。和这位一身蛮力的老哥相比，下面这位老哥就非常懂得如何使用工具。他不仅车技了得，将这辆大瓦格尼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，对于枪法也是颇有研究，一边开车还能一边多次向后开枪。只可惜他并不是今天的主角。身后的这位光头阿 Sir 面对老哥的枪法简直是冷静到可怕，既没有大幅度调整方向躲避，也没有低头弯腰般的害怕，反倒是在老哥多次开枪后，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，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大宝贝，选择靠近上去贴贴，好一招以德服人。但是换来的依旧是老哥无情的枪法。直到多次贴贴未果，阿 Sir 才终于开始讲道理。100多公里的时速，两人居然一边行驶一边开始了对狙，将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画面刻进了现实。如此硬核的操作，看得叫人直呼过瘾。面对老哥几乎打到脸上的子弹，阿 Sir 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惧，满眼的坚定，只有干掉老哥的想法。我实在不敢想，如果副驾上坐个小黄鸡，老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而在几番交火之后，两人都没能用枪法将对方拿下，最后纷纷选择回归基本功，再次对拼车技。于是又贡献出了一段精彩的拉扯。在多次贴贴都没能成功的时候，阿 Sir 趁着老哥开枪的瞬间抓住了机会，冒着被爆头的风险，使出全力的一个贴贴，成功将老哥送进沟里。而从始至终，这阿 Sir 都是面无表情，仿佛这只是他日常的不能再日常的一件事情。而同为7星大佬的老哥被贴贴后也并没有闲着，掏出 AK 以一敌百，最终成功将自己送走。这场对决被评为最硬核的对决，而这位阿 Sir 也力压马修斯一筹，成为了年度最强阿 Sir。这老哥这么强都没走掉，那有没有差一点能成功消星的了？有的兄弟，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老哥。事情的起因是一对男女摸走了这辆红色的皮卡，本来这件事情并不大，但这两人并不满足于现状，在没油之后又去贫民窟搜刮了一波物资，顺势摸走了这辆白色的皮卡。眼看事情越闹越大，阿 Sir 不再置之不理，同时派出了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进行追捕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这老哥的车技实在是不尽人意，面对阿 Sir 一路走走停停，最终顶不住了压力，靠边投降。阿 Sir 还在得意洋洋地想着，这一次的任务如此轻松，叫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当所有阿 Sir 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老哥身上时，这辆车突然发动，油门焊死，快速离去。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
这难不成是一招弃卒保车，又或者说是车里的人在卖队友？都不是，而是一招瞒天过海。他们不仅劫持了这辆白色的皮卡，甚至一并带走了车里的流浪汉大爷。这一下让阿萨并不知道有第三个人的存在，于是让本就处于斩杀线边缘的大爷帮他们背下了这个黑锅。趁着阿萨被拖延时间，没有了地面部队，两人一路飙进了市区。尽管有多架直升机跟随，但依旧难赶老哥消失的结局。最后两人成功混进地铁站，摆脱直升机，彻底的消失不见。而这一集也被誉为年度剧情最为魔幻的一期，那肯定又有好兄弟要问了。这虽然没有展示什么技术，但却是靠智商碾压，也没有不吃操作又不吃运营的打法。有的兄弟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哥。这位老哥的操作就非常简单，他只是选择了一条合适的路线，接着一往直前。这条路上没有堵车，也没有追兵，只有在他车轮下一层更比一层高的浪花。与其说老哥是在逃亡，不如说他是在玩水。但当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走投无路时，殊不知他是在找一条已经标记好的暗道。阿瑟本以为沿着河岸跑能够跟到老哥自己投降，没想到老哥当着阿瑟的面钻进了下水道。这回直升机表示这锅我可不背。而面对老哥所走的这条路，没有一位阿瑟敢轻易尝试，毕竟谁也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4个戴着眼罩的乌龟。不过阿瑟不敢尝试，不代表 NPC 不敢尝试。事后有看到这条视频的 NPC 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从同样的地方进入，传到了另一头，在终点处发现了大量被盗汽车。原来这里早就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，原本以为只会在游戏里面出现的操作，居然真的有老哥进行的复刻。而这一期也被誉为年度最不吃操作的一期，相信此刻已经有无数位本地老哥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肯定又有小伙伴要说了，没难度看着不过瘾，有没有和阿瑟拉扯到头皮发麻，最后惊险逃脱的老哥？那就不得不提这位年度最讲义气的老哥。起初是一位想展示实力的6星大佬，带着洛圣都的阿瑟在街头狂飙，而他所展示出来的技术也是可圈可点。面对身后的多辆道奇充电器，都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在带着阿瑟和直升机一路狂飙了3分多钟后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今天的主角之时，老哥却是一个不小心撞上 NPC， 导致车辆彻底报废。就在车里的2位老哥不知所措时，一辆奔驰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出现，没有半点犹豫的接上了2位老哥。要知道，队友撞上了 NPC， 这可是会让事件严重升级，阿瑟也会大幅度提高追捕的力度。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展示了什么叫做不抛弃、不放弃。接上2位老哥之后，意味着他要挑战整个洛圣都的阿瑟。虽然事发突然，毫无准备和计划的他，却并没有乱了阵脚，第一时间奔向机场高速，并关掉车灯，化身为黑夜战神一路狂奔。只是短短的几分钟，便将所有的直升机全部摆脱。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的结束，由于事件的性质相当恶劣，洛圣都的阿瑟几乎是倾巢而出。他们守在每一个直升机看不见的桥底，天上更是有4架警用直升机并排飞行，将这片地区翻了个底朝天。最后终于再次锁定老哥。面对如此情况，老哥似乎已经黔驴技穷，带着一队阿瑟不断的在机场绕圈。在这一刻，仿佛投降才是他最终的归宿，就连屏幕前的我都忍不住泛起一丝无力感。然而在拉扯了近1个小时后，老哥突然开始爆发，在一条路口和红灯较多的街道上，用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奔，将所有的地面部队全部甩开。趁着直升机航空管制无法靠近之时，上高速将他们越甩越远，直到彻底消失在黑夜之中。至此，一位8星大佬就这样诞生，从毫无准备到接应队友，再到全程的最高通缉，在最为绝望的时候力挽狂澜，带着2位坑队友成功起飞，完成消星。8星大佬实至名归。那又有好兄弟要问了，这一次是险胜，有没有吊打阿瑟的老哥？有的兄弟，来看看这个家伙。当这位老哥第一次被直升机盯上时，身后还带了一位队友，如同闪电一般的车速，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天上飞机，地上 R1。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地面部队？这个问题简直就是对老哥的不尊重，因为此刻能跟上他的只有天上的直升机，但这也只是暂时的，因为当老哥进入市区后，只是短短的几分钟，便第一次将直升机摆脱。这8星大佬的起点就和其他人不同，但事情并没有这么快结束，因为对于老哥来说，刚才只是热身，并没有玩够的他主动出现。而这一次，洛圣都有多位阿瑟应战，老哥也是彻底放飞了自我，用230公里的时速巡航，和阿瑟开启了新一轮的较量。由于老哥已经完成过1次消星，所以阿瑟们也是丝毫不敢大意，上来便使出了全力。然而这在老哥眼里只是一场追逐游戏，面对身后的氛围灯，他非但没有躲避，甚至还不断的挥手示意，让阿瑟再努力努力。而阿瑟能和他保持这么近的距离，并不是阿瑟的车速有多快，而是这老哥全程在控速，他始终保持着比氛围灯快一点的车速，让阿瑟看得见摸不着。直到他真的发力时，能跟上他的只有天上的直升机，就连守在中途的道奇充电器也只能一闪而过，根本无法对老哥造成任何威胁。而随着老哥离市区越来越近，压力转移给直升机，知道老哥厉害的他们不敢有半点大意。然而尽管老哥是名牌操作，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消星的步伐。在直升机被建筑卡住视野的时候，老哥突然变换车道下了高速，直升机没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地面部队，这让所有的地面部队全都跟丢。然而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才刚刚进入市区，眼前高楼耸立，短短的10秒钟，老哥便彻底的消失不见。戏耍了地面部队40分钟，老哥居然第2次完成消星，这8星大佬的实力果真是恐怖如斯，换做一般人恐怕早就已经回家躲了起来。然而老哥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，在消失了10多分钟之后，他再次出现在了直升机的镜头之中。要知道此刻天上可是有着4架直升机在等着他，地面部队更是数不胜数。可在老哥眼里，这些阿瑟对他造成不了任何威胁，一次次嚣张的从阿瑟面前经过，接着凭借对地形完美的掌控，最后又一次从直升机的视线之中消失，完成3进3出，以王者的姿态结束了这场对决。那一晚，整个洛圣都的氛围灯闪烁，却始终只能捕风捉影。
影，最后目送老哥离开。而这位老哥也被誉为年度最嚣张的老哥。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，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。以上的每一位老哥都实力不凡，有着他们各自的特点，但只要那个男人没有出现，就没人敢称年度最佳。现在让我们有请这最后一位老哥登场。初见时只是6星，不见时已封8星。起初他只能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地面部队，面对洛圣都升级的战术，他处处受阻，多次在即将摆脱之时被新的阿瑟盯上。然而这位老哥在过程当中不断的摸索，技术、心态、勇气、运气，在这位老哥身上融为一体，连进2级做到了前无古人，更是为英菲尼迪贡献出了最好的宣传片。在过程当中，本就不凡的车技被再次提升，更是吸收了多位大佬的绝技并融会贯通，在桥底瞒天过海，给直升机十足的压迫力，超过200公里的时速，关灯化身为黑夜战神，他所散发出来的战意，整个洛圣都没有一位阿瑟能与之匹敌。然而面对这位起初实力并不强劲的老哥，洛圣都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态度，在老哥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有可能摆脱直升机的桥底，都安排了一位阿瑟把守，这是洛圣都前所未有的战术，也成功多次打乱了老哥的节奏。没有了前车之鉴，老哥只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面对身后以逸待劳、步步紧逼的道奇充电器，老哥第一次发挥出了自己全部的潜力。虽然这是一辆野生的英菲尼迪，但他却是和老哥融为一体，在关键时刻助老哥一臂之力，成功突破6星，踏入7星的门槛。就在这一刻，老哥的操作也是肉眼可见的丝滑了起来，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尽管车技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，但面对洛圣都阿瑟的人海战术，老哥依旧无法完成消星，而且他还面临一个极大的问题。随着这辆英菲尼迪在他手上跑了1个多小时，燃料告急，他必须速战速决。然而当年7星大佬加油的场面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，剩余的油量不够彻底摆脱阿瑟，但拉开一个区间还是有可能的。于是在他的一番操作之下，便有了这封神的场面。不少网友调侃道，这老哥人还怪好的，还不忘记给车主送一箱油。而看他全程无脸用现金支付，看样子是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。只能说这老哥的成功离不开他的细节。在加完油之后，再次遇见阿瑟的他已经是无所畏惧，全程用240公里的时速一路狂飙，并且再次突破极限，来到7星巅峰。这一段我会看了无数次，而每一次都会为之动容。我不认为后来的解说能够复刻当时的震撼，所以这一段让我们一起来重温。节目的时长已经高达15分钟，但老哥的操作我是1秒钟都舍不得剪。此时老哥这辆车散发着一种孤独感和破碎感，面对重重包围，他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不断的寻找机会破局，宛如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。没有开灯，却在无数车流之中如此的显眼。穿针引线的操作，一次次从看似不可能通过的缝隙中穿过，快速倒退的车流，已然成为了他证明实力的背景板。这辆野生的英菲尼迪已然被老哥彻底驯化，在这一刻居然感受到了男人和车之间的浪漫。你只管踩油门，我带你杀出重围。看了无数次，这一段还是会泪目。而正是老哥这般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，他终于将洛圣都固若金汤的防守撕开了一道缺口。在这座没有阿瑟的桥底，他彻底的销声匿迹。当地面部队赶到之时，只有一辆车门敞开自动前进的躯壳。
老哥的这一波操作致敬了双排的8星大佬，却又打出了自己的特点。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，连进2击，最后成功完成消星，年度最佳当之无愧。至此，这期年度盘点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。在过去的这1年里，我无比感谢每一位小伙伴的支持，正是大家毫不吝啬的鼓励，才让我一路走到了今天。在这里，我祝愿每一位小伙伴在事业中、学业中成为8星大佬，在面对压力时，生活里做一只快乐的小黄鸡。在你们各自的世界之中，要做比氛围灯还要闪耀的星星。碰到压力时，不妨来看看我的节目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永远都不要忘记爱自己。最后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。在新的1年里面，我们共同进步。